本来是一场温馨的家庭聚餐。肖战满怀期待，想着终于能与王一博的家人坐在一起，彼此熟悉，甚至能借此机会让这段关系更进一步。然而，他没想到，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暗藏着紧张的气息。桌上明亮的灯光，却无法照亮亲戚们心底的疑虑与成见。一开始的对话还算平静，但一些看似无意的言辞，却像一根火柴，点燃了场面。王一博的一位亲戚带着质疑的口气，言语中暗暗讽刺肖战的背景与选择。这种挑衅让坐在一旁的肖战心里逐渐堆积了不安。肖战并没有立刻反驳，他依旧保持着温和的笑容，礼貌地回应着，但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了内心的受伤。他在意，不是因为质疑的声音，而是因为这是来自他所深爱之人的家人。被否定的不是事业，而是作为那个人的存在。终于，在几句过分的言辞后，气氛彻底崩裂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质问变得直接，甚至带着刺痛人心的刻薄。肖战再也无法保持沉默，他的声音第一次带着颤抖与坚定，回应了亲戚的无礼。餐桌瞬间寂静，空气仿佛凝固。王一博坐在中间，眼神复杂。他既是儿子，亲戚的血脉，又是肖战最信任的挚友。他的沉默并非冷漠，而是挣扎。他害怕一句话站错立场，就会让任何一方彻底失望。他看着肖战的眼睛，那里面有信任，也有渴望。肖战内心的裂缝越来越大，他觉得自己被否认、被排斥，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，而仅仅因为他选择了王一博。那种不被尊重的痛，比任何伤害都更深。他的手紧紧握着餐具，却终究还是放下，决定离席。餐厅的气氛陷入尴尬，菜肴还摆在桌上，却在无人动筷。肖战的背影离开时，那一抹孤独仿佛划开了所有人的心。王一博猛然站起，却迟疑了一秒，才追了出去。夜风呼啸，街灯昏黄，肖战站在门口，背影僵硬。王一博追上去，气喘吁吁，却一时间说不出话。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悲伤，仿佛只要有人先开口，所有的情绪都会一涌而出。终于，肖战低声问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算什么？声音轻，却像一把利剑，直刺王一博的心。王一博一瞬间红了眼眶，他哽咽着回应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全部。那一刻，真心冲破了阻隔。他第一次在家人与爱人之间坚定地做出选择。他说，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放开你。这句话不只是安慰，而是承诺。肖战的眼泪终于落下，但那是感动，也是释怀。消息很快传到了网络，无数粉丝愤怒又心疼，纷纷为肖战辩护。有人说，他明明那么好，凭什么要被质疑？有人留言，如果连家人都不懂他，我们会永远守护他。网络瞬间燃爆，支持的声音铺天盖地。这场事件让大众看见了明星背后的脆弱与无奈。他们不只是光鲜亮丽的偶像，也是真实的人，会痛，会受伤。饭桌上的争吵不仅是一场家庭矛盾，更像是两人关系的试金石。在安静的夜里，肖战独自思考。他并非害怕外界的质疑，而是渴望最亲近的人能够理解。他希望爱不该成为冲突的导火索，而是彼此坚强的理由。他决定，今后无论多难，他都不会轻易退缩。王一博则更加坚定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勇敢不是对外界的回应，而是对身边人的守护。他开始学会用行动告诉肖战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哪怕全世界反对，他也愿意陪伴到最后。这场风波表面看似让关系陷入危机，但实际上，它让两人更清晰地认识到彼此的重要。没有什么比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对方，更能证明感情的真挚与坚固。随着事件的扩散，媒体开始追踪报道，有人唱衰，有人祝福。越是风口浪尖，越能看出他们的从容。他们不再回避，而是以平静的态度面对，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你们的声音不会改变我们的选择。
渐渐的，负面的声音被淹没在支持的浪潮中，饭局的冲突反而成为他们感情里的一道考验。走过这场风暴，他们的心更加紧密，信任更加牢固。爱从来不是逃避，而是并肩。故事并没有在那个夜晚结束，相反，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两人明白，未来还会有更多挑战，但只要心在一起，就没有无法跨越的难关。那顿破裂的晚餐，最终成了一道无法抹去的印记，提醒他们，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当那顿晚餐的画面被零碎的消息、截图与片段推上网络后，舆论像一场无法逆转的洪流，迅速分裂成两岸。支持肖战的粉丝化身为最坚决的保卫者，争相揭露亲属话语中的歧视与刻薄，而另一部分声音则试图用家庭内部矛盾私人不宜公开来平息争议。媒体在信息饥渴下选择放大冲突的某些细节，标题党、断章取义的报道一再加剧了事态。此时，作为当事人的他们面临一个关键抉择：沉默以免火上浇油，还是主动发声以掌握话语权？沉默会给猜测留白，可能让谣言填补空隙，而仓促声明若措辞不当，又会被解读为情绪化或挑衅。专业的公关团队通常会建议先稳住粉丝情绪，收集证据，并与家属进行私下对话，争取在尊重私人界限的同时，发布一份既有温度又有底线的联合声明。法律顾问的介入也常常成为必要步骤，特别是在网络人身攻击和造谣传播成为现实伤害时。更深层次的教训是，明星与其亲属都需提前设立边界与应对预案，避免私人问题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蔓延成公众危机。舆论的审判不仅考验双方的情绪韧性，也考验他们如何在压力下保全彼此的尊严与关系。风波过后，两个人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和好，而是如何在破碎中重建新的关系框架。重建始于信任的复原，这不仅仅是甜言蜜语能解决的，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而稳定的行动来实现。公开场合的连贯态度，私下里更多的沟通与倾听，以及与双方家属的耐心对话。设立健康的边界同样重要，明确哪些私人事务会对公众公开，哪些坚持只属于彼此。这种约定能够防止未来的误解再次扩大为舆论事件。与此同时，情感疗愈也不可忽视。专业的情感咨询或伴侣治疗能帮助他们把冲突的成因拆解清楚，从情绪触发点到长期价值观的差异逐步修复。粉丝的角色需要被引导，从保护者转为理性支持者。过激行为只会反噬偶像与双方的公众形象，相反，理性的发声和善意的守护能在舆论场中提供稳固的正能量。最后，未来并非没有风险，但经历过风暴的人会更懂得珍惜彼此。他们可以把这次事件当成一道分水岭，把痛苦转化为承诺的燃料，用更成熟、更谨慎的方法去经营这段关系与各自的人生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风暴，而是风暴过后依然愿意并肩而行。